别先进哦。那么我们协会的一些朋友们哦，很高兴的今天，我想拿下来好了。我今天在这里哦，那个大家来共襄盛举，讨论一下汽车电子哦。那么Tata成立到现在哦，大家都很踊跃的希望能够参与这个汽车电子。那我来解释一下，台湾的发展科技产业已经差不多40年，从最早的 PC， 然后 notebook， 然后 server， 然后进入这个消费电子。还有后来更重要的这手机，那现在进入这个汽车电子，每一个 step 的 high tech 我们都没有 miss 掉，都有参加哦。其中慢慢的就形成台湾的半导体在这个供应链的最底端，从那个开始哦。那么，很多改变哦，尤其是最重要的汽车电子的改变呢，是从 Tesla 开始哦。那 Tesla， 它利用汽车电子哦，我们应该把这个车用的这个 chip 电子哦分成2块哦。第一块是品牌车哦，宾士啊、BMW 啊、Volkswagen 啊这些 Porsche 还有 Toyota， 他们是一早就用的 chip， 就以前一台车子 chip 用的金额大概在500-600块美金，比较很小。过去呢，chip 在汽车工业里面的威力是微不足道，所以像以前日本最大的瑞萨就是说，他们常常价格就被这个 Toyota 或是什么都压制很厉害。但是时代改变，那改变另外一个改变，重大改变，当然是由 Tesla 开始。过去汽车电子、汽车的 chip， 它的最重要的是 reliability， 所以你用这个chip 的话，你要测试好几年，不能随便改的哦，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哦。那现在不一样 ，Tesla 以后就不行，像 module 化，你这个车子开出去，如果电子有问题，拔掉换一个或怎么样。所以 Tesla 在做车子的时候，他对那个 chip 的要求的那个 reliability 的那个时间哦没有那么长，那就产生一个革命性的，因为现在新的所谓电动车有别于名牌车，它是所谓 modularized， 像我们电脑一样，或者这个 slot 不行，我拿掉换一个新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chip 呢就不是需要那么长时间去测试 reliability 哦，不行换。那这个是未来的 trend， 那这个 trend 就从我们的 PC、notebook、server 往这边移动的时候，完全一样的一个，因为你以前是做去 PC server， 我现在放在车上，你不知道你插在哪里是对的。那这个加起来就有一些，然后加上汽车要电动车要自动化，然后那个 Tesla 甚至将来在做低轨卫星，帮你看你车子往哪里跑，那这些都需要去，不管通信的也好。另外，汽车里面 AI 自动化呢也越来越多哦，像宾士它现在，可是车子 AI 有一个问题啊，搞得太复杂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环境变化，但是呢，这个慢慢会consolidate成一个非常有用的哦。所以在非这个名牌车，就是说新的电动车里面，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半导体，就是 IC 哦，各种不同。那这 IC 里面。那我曾经跟台建的 CEO CC 位讨论，他说100% 的那个 chip 里面，80% 是一般的 chip， 就是说不是传统的那个 process， 就20%， 包括 ADAS 这个是比较 advanced， 比方说14奈米以下，其他的28奈米以上，所以这个大家都有一点机会哦。那这些 chip 呢？慢慢的就会，那更重要是台湾是从来就是从现到未来还是 chip design 的中心，像这些 chip 可能市场不是那么大，可是有很多人愿意进去做出来可以用，
所以在台湾的可以讲说，汽车的自动驾驶现在才在Phase 2、3，往后还有路要走。那这越往前面自动化越厉害的时候，就靠2个东西，一个靠软体，靠 chip， 第3个靠 communication。那这些呢，基本的条件还是半导体。所以我认为说呢，台湾的半导体呢，跟汽车 module 才要开始而已。虽然我们成立 ADA， 还有那个鸿海他们成立MHT、MNTH， 这个才慢慢在开始。那有很多机会。当 modularize 以后，一个 module， 它的厂商的机会就来了。当然，这包括2个，一个做成 module， 一个是做 chip， 然后这么很多的设计跟测试。那这个呢，就会成为未来一个主流。那台湾的整个 high tech industry 会跟着这个主流移动。如果1年在电动车上，1年车子 on the market 大概1-2亿是辆，但是每一辆车子会从现在的500块跑到高一点5000块哦，普通的2000块，所以它的成长的不光是需求的 number 跟每一台车子要求 number， 这个潜力非常大，甚至超过电脑。手机你看16亿只就16亿只嘛，就每一个里面有什么东西都很清楚。但是呢，汽车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应用，所以我觉得，而且我想要讲一个比较，我认为台湾的未来的半导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现在有很多那 IC 设计，它的市场可能只有2亿、5亿美金、10亿美金，那个比较小，那个比较小的设计呢，外国、日本、韩国也好，那个其他的国家也好，日本也好，都没有办法，都在台湾。所以汽车电子会带来台湾的下一波的 IC 设计，跟着代工的起飞，因为全世界代工最大还是台湾，所以会跟着这个 discipline 一起呢，台湾会往前走。所以今天大家来讨论，我们是从做 chip 一直到 module 到整个汽车，这个我们台湾都有机会。这一次机会，我比手机要更有能力去把它 catch up。OK， 那以上是我一些观念跟大家分享，希望今天大家来开这个会可以看到一些新的 idea， 然后能够希望大家管教一点，让我们协会也可以慢慢的为大家促成大家的一个认识合作，好不好？以上是我一点简单报告，谢谢。好，谢谢那个黄理事长，还有以仲，我的好朋友，然后还有林处长，林总经理，还有洪所长，还有我们的 anyway， 下次再记得好了。anyway， 好，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参加哦，这个算是SEMICON Taiwan 的系列很重要的活动。那尤其应用在车用上面那前天吧整个 SEMICON 的先前记者会的时候就是展前的这个记者会，那 SEMI 他们就有秀出来说。今年的整个半导体的这个商机或者是产值有可能会达到6250亿美金，这是这么大的金额，而且呢，其中很大的部分都是在这几年来所创造出来的。那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最近几年来半导体应用在各种领域百花齐放任何的部分除了传统上来讲，刚刚黄理事长提到的这个手机通讯的部分，那有更多的是在万物联网上，AIoT 上的一些应用，垂直应用领域都有很大的应用的范围。那最大未来大家看好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天的这个论坛，车用上面，尤其是车子的电动化跟智慧化这2个部分。那在前天我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台湾在全世界拥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能量，它是未来有这么多的应用领域，它是很大的商机，当然也是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有
一份责任，就是说，假设台湾在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慢下来，那全世界的这个转型，我讲是2大转型，第一个就是数位转型这个部分，数位经济的转型，还有另外一个是 climate change 的这个净零转型，它都会慢下来。那这个智慧化的电动车，事实上就体现了这2个部分。它既是数位经济转型重要的一个发展的项目，它也是这个 net zero 净零碳排的这个最重要的转型，就集中在这部车上面。那如果这上面来讲的话，有很多重要的这个晶片，那有很多的 solution。那如果这个发展受到一些限制，那全世界这2大的转型就会受到限制。所以台湾要发展得很好，全世界才会往前走。我们要有这样的这个责任跟发展。那台湾在这发展上看起来也是蛮积极的，因为这个过去来讲的话，台湾发展这个传统上的汽车业、油车的部分，事实上是蛮辛苦的尤其要有引擎的部分。那现在电动车事实上给台湾很大的一个机会那尤其如果在这个电动车上面再加上，不管是智慧化或无人自驾，那又是台湾很大的在AIoT 物联网上面很大的强项。所以这个项目的确是台湾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项目那黄理事长可以选择担任很多的理事长，这个理事长是将来可能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商机最大的那事实上，那刚才有特别提到，台湾事实上在这方面过去也有一些很好的基础，而且很短的时间里面那从刚开始我们帮特斯拉的部分最早特斯拉的原型车事实上就是在台湾发展出来的那现在我们大概很重要的很多的公司，大概有27家，它现在是特斯拉最重要的供应商那当然是有一些零组件、有一些模组等等一些情况那同样，现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包括鸿海的这个 MIH 他们也有一些底盘，也有一些发展的所以这个速度就非常快那也是看到了很重要的一些发展趋势那这在往前走的当中那就显示出今天论坛很重要，因为事实上它要发展这样的一个项目跟产业来讲，还是要有很大的一个 ecosystem 才有办法去做到等等一些情况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亚洲矽谷物联网产业的大联盟会来主办这个是2016年开始我们就看到的就是说物联网万物联网的时代是来的但是万物联网的时代，你如果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好的 solution 或应用来讲的话，事实上它的用处是不大的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完整的这个 solution 的话，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ecosystem 所以我们就组成了这个所谓的物联网的产业大联盟那现在这个联盟里面的成员大概有400多家的厂商跟这些工协会，还有一些单位那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可以透过一些讨论或经验上的分享也好，知识上的分享也好，或寻找合作伙伴也好，形成很重要的这个你可以讲说一个 team 不管是国家队也好，或什么队也好，就可以把这个真正的把它落实起来等等一些情况那我想今天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透过这样的一个论坛，我们可以聚焦在这个整个智慧化也好，或电动化的这个车子将来的发展趋势。那也许各位从大家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寻找到未来很重要的合作伙伴，那共同组成一个发展的 team， 共同来发展那政府来讲的话，对这个项目也会非常的支持那本来就在我们5+2或是6大核心战略产业我们要发展的项目那如果需要有一些科专计划也好甚至于国发基金也准备好如果有需要政府来投资的话，我们也会来支持那人才的部分，我们也透过了很多的这个，包括甚至于现在设立的这个半导体学院，也把比较未来性的这些人才把它培养出来总之说
大家一起努力啊，一起加油了哈。那因为牌子已经在举第2次了哈，我想我的致辞就到这边，谢谢各位。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So today I will share with you a very, very short story, very short narrative of ST's doing and planning to do in automotive. On a personal side, I started working in automotive, and in particular in Asia, in the year 2000, in 1996, and I was operational in marketing jobs in automotive until the year 2007, 2008, so 12 years of experience in setting up what was the ST automotive business in Asia, and I was based in Taiwan. And in Taiwan, there was no car industry. So every week I had to get on the way around Asia to do my job, okay? And I was so sad that I was not able to contribute to ST Taiwanese business because there was no automotive. That was the time of crazy computer, crazy mobility platforms, okay? So I was living here, and I just came back for the weekend, right? So because my family was here, my kids were here, my wife, and so now I am very happy because in the last mile of my career, I can feel, I can sense that Taiwan is a relevant industry in automotive, especially because there is this transition toward electrification, toward automatic driving. That's when now the Taiwanese technologies, as we have seen also from the previous presentation, can contribute at global level to this industry. So, how does it work? Here. So today I will not speak about ST globally. I will speak about one group of ST called Automotive and Discrete Group, ADG, that is a third of the company revenues, and that has been established when I joined the company. I joined the company in 1987, so very long time ago, and that was when ST started the business in automotive with the first voltage regulators for alternators, right? Today we ship about between 5 and 6 million units every day to the car industry. So every single day in a week, in a month, in a year, we ship these 5-6 million units, and looks like they are not enough. Right? So we cover the entire ECUs in a car, especially in the traditional platform. We will see later. Not enough. So, however, our major drivers recently have been the key new trends in automotive: car electrification, ADAS, and the 32-bit MCUs. Okay, so you see from these slides that we doubled our revenues in 2021 over the previous year in full pandemic. We doubled the business for car electrification. We grew 20% in ADAS, and also we staged the 36% growth in 32-bit MCU. With our product portfolio in ADG, we also help other customers in many other sectors, like industrial or personal electronics or communication and equipment platforms, networks, that are the focus of the company. But most of the products from ADG go into the automotive market. So we have seen along the time, when I joined ST in 1987, the content of semiconductors in a car was less than $10 US, right? Then it became 100, 150 in the end of the 90s. Now,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2000, started growing,
and took 15 years to grow by 1.5 times. Okay? But as you see from these slides, in the past 4 years, it has doubled. Right? We will see the numbers a bit later. So, and the key drivers have been obviously the electronics, more electronics in a car, no matter electric platforms or ICE, 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ps per car, and obviously we expect this trend to continu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presentation, I would say that we see that the demand, semiconductor demand in the car industry is not anymore related to the car production, not anymore, right? So we see that the car volume over the pandemic period became almost half, right? It's recovering this year. And while our shipments grew by 47%. So where did the semiconductors go? Right? So it's not related anymore to the output of car volumes, because probably these buffer stocks you were talking about before, products are all in those buffer stocks. Anyway, so to take into account that this is the reality, okay? Now, we see multiple positive trends coming up. As we said, the car volumes, the volume platforms are swinging from high pre-pandemics, low during pandemics, coming back. The silicon usage is increasing. There are new features also in traditional platforms. Then there are disruptive new trends, e-mobility, ADAS, connectivity,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and regulations, especially in Europe, but also in the US and also in Taiwan. There are a lot of new regulations forcing car platforms to be more efficient. At ST, as I said, we started in 1987 when I joined the company. And so, so far, we have developed all the possible products to fit any kind of ECU. So we go from FD-SOI to non-volatile memories, CMOS, to FinFET, embedded flash, bipolar CMOS, power DMOS, vertical intelligent power, low voltage MOSFETs, IGBT, silicon carbide, high voltage MOSFET, power GaN. So they can serve all the car volumes, and in a differentiated way, they can fit all the trends I have shown before, like new silicon pervasion, increasing silicon in traditional cars, extended features,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trends, and regulations. So we have a good set of technologies, and TSMC is coming along equally nicely in this domain. And so it's good with these technologies to extend them to cover the next generation platforms. At this moment, we see that while the averag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platforms use about $550 of semiconductors, the electric battery vehicles are in the range of $1,300 of silicon per car. So it'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nd as we move toward automation, so the number of semiconductors, number of chips will dramatically increase. Okay, we see that today for L2 Plus, which is the car I drive a Benz 300, that's the L2 Plus, okay? So it's using this additional amount of money. And as we move towards the L4, you will need to put in place maybe other $700-800 of additional semiconductors. So the car is becoming more dense in usage of semiconductors, more than the mobile phone, right? These are the trends, as you showed before, more or less the same numbers. Electrification will be, by the year 2025, giving $18 billion of TAM, market opportunity.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are $19 billion, and more or less the total TAM for automotive will be in the range of 82, 83, 85 billion dollars, depends on how we look at the ASP. So, very interesting market opportunity for many different companies. In Taiwan, not only for semiconductors, also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ese opportunities will be for the system companies, okay? We, as ST, offer also new technologies for new platforms. When we talk about e-mobility, electric vehicles, the key blocks are the traction inverter, motor, onboard charger, DC-DC converter, and battery management. So we have whole sets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to address these 4 sections. In particular, the wide bandgap materials, silicon carbide MOSFET, silicon carbide rectifiers, also power GaN, power module,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high voltage silicon MOSFETs, MD-Mesh product family in particular, IGBT product family, power management IC, linear voltage regulators, isolated gate drives, isolated gate drivers also for onboard chargers, and battery management families, and SPC CPU, that is a heritage we developed with Freescale, okay? Together with a new platform we call Stellar E, for specifically tailored for electric vehicles. For silicon carbide, the silicon carbide area, we are expanding our manufacturing capacity, especially in Italy, in Sicily, and 200 millimeter manufacturing. And we have also migrated this technology, this process to Singapore. So we are working in dual source to avoid constraints on the market demand. On the portfolio issue, we go from 650 volt to 1700 volt. We are in production with the 3rd generation silicon carbide MOSFET. The 4th is in qualification, the 5th is planned. And we have a flexible approach covering packages, modules, and dies. Also, as we move towards the digitalization of the car,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so we have the 4 blocks are advanced MCU and processors, vision system, V2X and connectivity, and radar systems. Also in this area, we have key platforms in the market or in development. On one side, we have the Stellar MCU, or that is more of an MPU right now, developed by ourselves. Then we have the Mobileye cooperation, the GPS, FD-SOI, GNSS positioning, also our own technology. Then Autotalks for V2X, and radar transceivers, also our own technologies. As we go more in the founding layers, we have the SPC5, as I said, the heritage of alliance with Freescale, power management ICs designed for these digital platforms, and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 One slide about the cooperation with Mobileye. We started this cooperation in the year 2002, right? So it was 20 years ago. We are at the 7th gen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IQ Ultra. There are 100 million chips in the market already. As you can see, as we move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the number of sensors, vision sensors in the car, double or triple, okay? You can see the IQ5 family working on L2++ up to L4 platforms. There are 2 cameras, and there are 8, 9 sensors around. As we mov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right, always in 7 nanometers, you have 2 front camera solutions, also more or less other 8, 9, 10 sensors around the car. And as we go towards L5,
that will be introduced in Las Vegas in 2024, you will have 13 cameras, 6 radars, 6 short-range LiDARs, and 3 long-range LiDARs. This, just for the sensors, changes completely the prospect of the vehicle, okay? And the content of silicon. Then, as we move into zonal concept of design, that started when I was a young man, okay? This concept started 20 years ago. It'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okay? Because when we talk about cars, it's not as when we talk about mobile phones or consumer products, okay? So we have these three clear domains, zones that we have to address, and that we will need more flashless MPUs and more non-volatile memory MCUs, okay? Both in ADAS, in the ADAS block, and in the vehicle computing platform area. Also here, as I said, we not only in the ADAS we have the cooperation with Mobileye, but we have also our own platforms, multi-ARM core chip, the 450 megahertz of clock, the Stellar, that we may be making with TSMC, and the scaling of this platform goes down to the electric vehicle, Stellar eMCU, or to the other local ECUs. Before pandemic, we spent half of our time, more than half of our time on conventional customers, and a third of our time on new platforms. Today, after pandemic, the time is split half and half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activities. And we believe that in the next 2 or 3 years, we will spend more time on the digitalization and electrification of the vehicles. Also, the car industry itself is changing from vertical approach, where the boss was the car maker, then tier 1, tier 2, and then the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in the bottom. Today, there is a new ecosystem that is more star type of ecosystem, where at the center you have the car makers and you have tier 1, tier 2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and third-party and software companies cooperating together. So we are committed to support this new approach. Very last part of the presentation is talking about the investment we have in the gallium nitride, where we address both the automotive platforms for the power, for the signal, the telecom infrastructures, and also we have integrated gallium nitride with some form of analog devices, or maybe BCD devices, to do integrated power converters, okay? So, ST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automotive market. It represents a third of our business. We will support it as done in the past. And we will try to catch up the positive trends of innovation. We try with our innovation to support not only the customers in automotive, but also the others. The only thing I would like to say, because I will have a short interview after this presentation, how to work more between ST and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 to define, becaus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 Taiwanese ecosystem, industry, opportunities are large, especially as we move into electrification, power management, and connectivity. The Taiwanese companies have to be more visible globally in this automotive market, because obviously there are other countries. Think abou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have big car industries. Think about Germany. Think about Italy with Ferrari, okay? Think about France with so many car companies and so on. So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to be part of this global ecosystem, there has to be a different
concept of 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 and that has to be built up in my point of view. I believe TADA is a first initiative in this direction.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I have been very happy to join you in this new platform initiative, and hopefully we will bring forward this cooperation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between Taiwan, Europ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好各位产业先进，各位朋友啊，大家下午好。那我是资策会产业情报研究所的洪春辉。那我想非常荣幸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这一边跟大家分享。那MIC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那我们对这个汽车电子市场的观察。不过可能要跟这个很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不过要小小抗议一下把我们排在这个地方，其实我已经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因为前面都讲完了那有从这个 TSMC 的，有从 STMicro 的那他们也把市场semiconductor 的一些需求大概都已经讲得差不多了那我其实很想说呢同上，然后我就就好。那不过我想还是先简单的有一个 commercial 的时间那我们是这个 MIC 那么很多朋友会误以为这其实是老梗了不过可能有人没听过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那个中国大陆制造的那最近台美关系比较敏感所以曾经有人建议我们要不要改名那还有人以为那个产业界还有是其他法人朋友说，你们单位是不是在制造麦克风那其实都不是那我们全名是 Market Intelligence and Consulting 那我们主要是在资策会里面的一个部门，主要做市场跟产业资讯的搜集。那我们的这一些资讯呢，除了提供给产业界做参考之外，当然有一部分我们也在 support 我们的政府单位那做相关的一些政策或是这个相关这个措施研拟的一些背景参考那当然因为最近也刚成立了这个数位发展部那我们原本是这个经济部主管的这个财团法人那也在这一段时间那开始转移到由数位部来这个管辖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些简单的背景那提到这个汽车电子我想这个刚刚前面其实不管是台积电或是 STMicro 都提到这是一个很 promising 那前景具有相当这个可观优势的一个市场那我们也同意其实说实话 MIC 在大概15年前我们开始去观察，开始投入资源研究这个汽车电子有关的产业那但是当时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重要的特性那尤其是汽车的市场这话也不是我讲的最近讲话都要很清楚引用是谁的那个这话是我们曾经在前一段时间应该是近10年前7、8年前我们曾经有机会去拜访台湾的 Google 那当时这个拜访了简立峰总经理那就问了他说你对这个汽车电子的市场怎么看我们当时研究了一阵子觉得这个是前景不错，那他也认同不过他给我一个请我回去说你回去看一个数字可以更清楚明白那各位想想看那个我们看这个笔电或是 PC 的市场我想刚刚很多人都提到我们这方面台湾是很强那我们这一段的市场其实全球市场大概我们加总一下大约就3亿多台但是呢刚刚也看到了一些数字那个汽车的市场一年新车市场大约多少台？不到1亿台吧大概7、8千万左右那 average 在这个左右上下。但是各位想想看笔电市场 PC 市场它可以支撑几个品牌在这里面存活 survival 现在来看大概就10个上下嘛但是呢汽车呢我刚刚上来前还特别再确认一下Google 了一下那汽车品牌维基百科说这里面大概我们这个 list 出来含大陆的一些车厂的话我想可能超过200个品牌，不到1亿台的市场它支撑了超过200个品牌那从高阶的这个汽车品牌到中低阶到这个平价的汽车品牌，所以各位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它是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市场很高的一个domain segments。那但是呢
我刚刚讲15年前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其实今天帮忙做这份简报的研究员，他15年前也在研究，后来他研究到一半，他告诉我说 ，Chris 啊，这个市场哈，这个变化太慢了哈，我没有耐心，我2年就看完了，我想去看别的。好，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因为台湾的厂商哈，那10几年前要进去的时候，其实相当不容易。好，那大家知道那时候大概就是比较大的变化就是 telematics。那在谈 telematics 的时候呢，他想要去切入到这个市场，但是呢，花的时间很长。其实刚刚这个黄理事长也有提到，早期哈要通过很长，大概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认验证的阶段，然后还不一定有订单，而且那个 spare 我们要去那个备货备料的时间期程也很长。所以，对我们在观察这个汽车产业来说，当时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很好的市场，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发展的机会，但是台湾的业者也开始布局，但是事实上这进展的速度是慢的。但是到了最近，到了这一段时间啊，尤其到了过去的这个我想大概5、6年间，我们发现情势开始改变。那情势有什么改变？我想这个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再细讲。其实不管前面的几位讲者，或是这个先进也都提到。好，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汽车的市场、汽车的产业的生态开始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来说，其实汽车的供应链相当的，要说封闭嘛，也可以哈，相当的保守。但是呢，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汽车业开始迎来改变，不管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infotainment 的 system、telematics 等等这一些 connectivity 的这一些建制，也包括我们看到了很多现在新的一些 business model， 我们看到的这个 share 的这样子的 platform 的开始的产生哈。那同时，我想这个各位都已经看过很多，刚刚前面提到的 autonomous 的这一些 driving 看到的电动车有关的这些趋势，其实让整个车子的不管是从 user 的使用到 supply chain 到供应链它的这一个生态，跟过去都开始有了很长足、很大幅度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也看到说，这一类的这个市场，它的切入点，它可以台湾的业者有机会进去的地方，机会点也比过去来的更多。那我们也很高兴看到我们的产业界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些协作，有这样子的一些联盟，我们大家一起来进军这一个市场。我们后面会看到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整个汽车这个产业出现很大幅度的变化。那前面刚刚提到 connectivity 其实已经发展好长一段时间哈。那另外一个部分 share， 我想那个是主要牵扯到 business model 的转变哈。我曾经在前几年到日本拜访这个Toyota 的这个研究机构哈，那他们的想法哈，那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谈的这个 future mobility 已经不再只是说我买一台车自己开到我要去的地方，他想到更多的事情是怎么运用这一种这个不同的运具，然后呢来满足交通的需求哈。那不见得你要拥有一台车，不过这里面看到更多是用车的形态跟 business model 的转变。那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更长哈。但是以现阶段我们马上就看到的转变，我们看到的是电动车，我们看到的是车子的电动化，包括是 autonomous 的这种自驾，也许还不到完全自驾到 ADAS 相关的这一些导入哈，那都持续的在演进当中。那这里面其实也带来了很多，包括动力结构的改变，包括零组件的架构、零组件的数量的改变。我想刚刚前面的讲者都算给大家看了哈，我们后面有一些数字协助佐证哈。那包括说这里面刚刚也提到，包括一些动力的组件、功率半导体的需求的增加，那以及我们看到的是未来对这个先进制程的需求，在应用在汽车上面，其实也会越来越多哈。我想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短期之内，未来3到5年到10年之间，就会持续陆续转变、陆续发生的哈。那另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刚刚前面讲这个市场是很 promising 而且我们也发现这个市场吸引了很多我们国内，其实不止国内，世界上各大业者哈，尤其原本的 ICT 业者，基本上我们稍微去 survey 一下，
都发现都已经开始布局哈，有些是讲的比较大声，有些是比较这个鸭子划水的方式哈，在开始布局相关的市场哈。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哈？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应该这样说哈，在过去2年哈，在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哈比较严重的时候，大家我想国内的 ICT 业者哈，那大家猜他们都在忙什么事情？应该在座很多人，你们过去2年都在忙什么事情？过去2年都在忙着追料吧，对不对？好，那请问现在还需要追料吗？好，可能还有一些了哈，但是呢，已经没有过去2年来的这么辛苦了，对不对？过去2年大家忙着要出笔电的货，要出这个PC 相关的 smartphone 有关的这些产品的货。但是呢，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其实到今年的下半年，我们想在 MIC 的团队，我们这段时间也正在做 survey， 我们就发现说，这一相关，尤其是资通讯相关的产品，除了少部分如 server 因为云端的一些需求，还有这个比较稳定成长的空间之外，我们不敢说是大幅衰退，但是事实上是downtrend开始走downtrend。那downtrend的原因很简单，我讲这个在这个整个疫情过后其实笔电它当然是回到它原来的这个 business cycle 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只是说，那现在大家其实都在问这边顺便预告一下MIC 在这个过一阵子我们会有线上的研讨会，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其实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那所以 what's the next？ 下一个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这个阶段投入车电的业者越来越多。刚刚提到，不只是半导体，包括系统的厂商都开始在这里面，因为看到的是这相关的成长的空间那我们去稍微算了一下，跟车电有关的模组或系统的产品其实大概都还有这个 CAGR 年复合成长率大约在1成以上，像刚刚有些数字高一点，16%我们估计至少都在1成以上的成长那这个在跟前2年的 Notebook 比起来不算高了但是呢，以 long term average 来说，可以维持这样子的稳定成长。我想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车用电子市场很可贵的地方那当然造成这样子的成长，刚刚前面提到。这个电动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在左边的这个图，我们收集的资料就看到说，其实这个广泛的电动车当然包含纯电的，包含是这个hybrid 的这一类的电动车，我们通通把它算进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这一个渗透率其实是持续的增加那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的收集到的数据看来到30年大约是可以到4成的水准就是还包含 hybrid 或是纯电这一类的电动车，它的成长速度是很明显的那么同时呢，在这个占汽车电子占它整个泵表的比例，我们把它从燃油车、电动车这样子的角度占整个在对汽车电子市场贡献的比重来看的话，就正好会倒过来。现在大概对这个车电的市场在这个车电市场里面那燃油车大概占的只是7成电动车占3成，在未来我们估计大概就是3:7从7:3变成3:7，也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换个角度验证刚刚 TSMC 或 STMicron 所提到的那这一块我们先不管到半导体光是车电模组或系统端的这个成长的速度、成长的这个潜力那我们提到的 TAM 其实是相对的相当的具有这个发展的空间那这里面当然前面也提到autonomous 这个自驾或是我们称为 ADAS 相关的这些系统，仍然有这个高度的一些持续的增加它的渗透率那这边我们搜集了包括美国、欧盟、中国大陆等等这些地区，那他们在2020相较于2025那这一类 ADAS 的这个渗透率那各位可以发现说，那它的这个成长的幅度都是相当的惊人那当然这是数字啦那如果各位以现在，我不晓得最近有多少人买车那我2年前在疫情前就那时候换车那换了当时要换车，其实就发现一个现象不是等车的问题而已而是说
看任何一台车啊，我开的是 T 牌的国民车哈，但是呢，连开这样子的车，其实业代都会跟你一直强调一件事情，说什么？说你车上有 ADAS， 好，还跟你讲这个是到 Level 2， 好，其实呢，我比较想问他是 Level 2的定义是什么？好，不过我还是想不要这样考人家业代哈。那可是各位就会发现说，大家都在追求，其实对消费者来讲，他还不见得真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呢，就觉得没有 Level 2哈，这个就不行啊，所以这是现在的哈。那过一阵子，可能大家开始在谈的可能是更高的层级哈。那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在市场驱动的带动之下哦，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啊。那在车子里面自驾系统的越来越的这个相关的 ADAS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个帮助之下哈，其实让车子的附加价值持续的提升。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其实我开的前一台车没有 ADAS， 后一台车有 ADAS 啊。那这个碰到塞车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是怎样哈，那人的情绪哈会变得比较平缓一点的啊，因为就把这个塞车的工作交给这个电脑来处理了哈。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在看到未来哈这个持续会增长的一个趋势。那在这个趋势里面哈，其实刚刚先进也提到哈，我想我们收集的数据是类似的哈的，对于感测器的需求，对于 sensor 的需求是会持续的增加哈。那这里面我想我们有列出各种不同的这个 ADAS 的功能，我就不细讲哈。那这里面也提出到各种不同的，包括 camera， 包括这个radar 甚至是 lidar 等等哈，那这一类的感测器的需求，其实未来在我们看见的，现在大家对这个汽车发展的 roadmap 来看的话，估计哈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感测器的需要会越来越多哈。那从 level 1、level 2刚刚提到哈，大概10几个哈，到未来哈 level 4到 level 5大概是要到40个甚至更多哈，这样子的一个水准哈。我想这个是我们看到类似的一个情况，里面当然对 memory 的需求也是会持续的增加哈。那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的观察包括 connectivity 的部分，其实这方面的需要也是会持续的增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哈，我们回过头看台湾我刚刚前面提到15年前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台湾厂商要进去很辛苦那其实有不少厂商当时进去了之后就觉得说这个时间还很长就先退回来。但是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业者投入其实是因为在整个汽车产业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底下那有新的发展的机会。那包括说从 hardware 端从这个终端的模组产品端，从这个零组件系统整合端更重要的是从软体。刚刚提到很多这个 over the air 在车子里面的软体相关的这些更新升级那以及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整个在汽车内软体的应用那包括晶片设计、晶片的半导体的需求，其实我想这都是我们国内业者的强项那尤其在过去这段时间刚刚其实 TSMC 有提到这个 shortage 的问题那这让车厂有发生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车厂突然发现。原来半导体这个是它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这边我想我们的同仁也都经历过在过去的2年之间，在这个 shortage 的期间我们第一次碰到日本车厂跑来找我们哪一家我们就不说日本车厂跑来找我们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讲台湾的半导体？我们是我自己的经验里，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车厂前面讲过半导体，但是车厂现在呢非常重视半导体，而且呢希望知道台湾的供应链的状态，希望知道台湾的整个分布的状态我想这个是在未来我们看到的是车用半导体会持续的在汽车产业中越来越重要那这里面当然我们也从整体的市场的比重其实我们秀这一张图要给各位强调一个重点，我想这个半导体业的先进都很熟悉的一张图我们看到半导体可以用在这个PC 这个 computing 用在 consumer 用在 communication 传统的3C， 但是呢这个部分的比例大概还是占大多数。但是各位我们在从这个 chart 里面其实看见一个现象就是最底下的这一栏。除了通讯以外最底下的这一栏
各位有没有发现它的比重一直都很稳定，而且是稳定的增加，不是很明显就是大幅度 exponential 的成长，但是呢，它就是在整个半导体市场当中很稳定的一直的增加。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回去呼应我们看到的整个汽车市场、汽车电子的市场的趋势，在整个半导体里面，它应用在汽车电子里面，它的这个成长性是呈现稳定，而且呢是稳定成长的哈。而这里面也包含了在整个车子里面哈，在一般 in average 来说，刚刚其实黄理事长有提到哈，以前大概就是其实现在大概就是在$500左右哈，它的占的BOM的比例。好的，这个大约的这个数量，但是呢，它很快的，我们看到的是，在未来成长到$1000以上，成长甚至更高哈。刚刚提到，那这个甚至有些车型可能会到$2000以上哈。那这是一个我们看见在未来整个车用持续成长的地方。而这里面呢，前面提到除了 autonomous driving 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EV 的趋势。那 EV 的趋势里面，它也带来了很大部分的是对于半导体，特别是功率半导体相关的需求。我想刚刚 STMicron 的这个说明里面也提到，那这里面我想细节就不提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未来不管是 IGBT 或是这个 Silicon Carbide MOSFET 相关的这些产品的需要哈，其实会因为这个EV 的趋势会持续的增加哈。那另外当然是这个 autonomous driving ADAS 相关的决策晶片哈，那这个对算力的需求，在车子里面的算力的需求，我想刚刚台积电的这个说明也提到会持续的增加哈。那这里面我想这个未来整个的架构，我们的估计会是呈现这种多核高算力甚至是开放的方向持续的去发展哈。我想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就给各位参考。那对台湾的业者来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现在跟过去比起来，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的无论是半导体的业者，或是我们看到终端产品的业者，其实都开始积极的投入这一个车用半导体的领域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投入其实对台湾来说，在过去相当困难。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台湾比较没有这种整车厂有啦但是呢，在以国内的市场来说相对有限，那在国际市场又能见度又很低，所以对台湾的业者来讲，我们的 components 的业者过去是以 aftermarket 为主但是呢，慢慢的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的发展里面，我们越来越多的业者那靠着我们在 ICT 领域的强项，在半导体领域的强项，逐渐的从资通讯的领域开始去切入这些车用半导体的市场那当然我们这边只能列举了如果说这个有些各位已经在做，但是我们还没有写进去的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请会后找我们的研究同仁他一定很乐意把你加进去那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国内业者的发展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想这个是台湾相当前景可期的一个一个产业就正如刚刚龚主委所提到的那这是一个我想从国家政策的角度也都是相当重视的领域那所以我想在今天利用这有限的时间我想跟各位做一个简要的我们在研究观察上的一个角度我们看见的整个这个车用半导体、车用电子的市场，确实是呈现一个高度成长的一个现象稳定而且高度成长。那跟过去比起来，我们认为汽车产业、传统的汽车产业、新兴的电动车的产业，其实对台湾的这个产业的 supporting 的需求会来得越来越大而他们也越来越重视相关产业的供应的体系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这边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那也非常高兴在这边看到大家我们在这个协会的带动之下大家可以集结起来用这个整合的方式一起来进军这一个领域我想以 MIC 来说我们绝对也是站在 supporting 的角色那跟大家一起来在这里面搜寻相关的资讯，跟大家来做未来决策相关的一些辅助的工作。所以以上我想是我们简要的说明，那也希望这个今天之后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欢迎可以来找我们进一步的讨论谢谢。各位好我想刚
前面几场大家都听过，很多先进他们报告说，整个车用市场，尤其是半导体都在成长，然后整个的这个前景是其实相当好。那我想今天就承接前面几位讲的这个市场的趋势，我们去看一下说，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那架构的转换，尤其是在车子里面的软体、硬体，所以这个 session 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向。比较一些架构上的一些讨论啊，就是怎么去达到这个成长啊。我想，那第一个就是前面大家都提到这个 case， 我就不再详细去说。其实要去达到这个 case， 包括联网啦、自动化啦，然后变成服务啦，或者是 sharing 啊，或者是电动化，其实这些东西要一起发生，其实这个功能其实相当复杂，要去达到这件事情啊。那过去传统的车子里面，就是刚刚那个有几位先生提说，他们在1980年的时候、90年的时候，那个车子的半导体才100块以下，10几块钱、20块钱，所以就表示说，过去传统车子的架构呢，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么多的功能的要求。那这里面就包括了2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硬体的架构，就是从传统的那种分散式的架构呢，必须要集中。所以因为它的运算的要求越来越多，然后 sensor 加的越来越多，那怎么去处理这些的不同的硬体这个需求呢？其实硬体的架构要从分散式变成是集中式。等一下我会详细去说这个怎么去做这个转变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软体。其实提供到自动驾驶也好，或者服务的平台、联网的平台，其实软体的复杂度比各位想象的，其实已经超过那个可能波音747那些飞机的那些的软体了哈。我想可能大概车子未来的这种自动化，或者是说半自动化的这种车子里面的软体的复杂度，大概应该是所有我们用过的 device 里面应该是最复杂的一个。所以过去在硬体，因为在硬体的限制里面呢，所有的软体大部分都是所谓的 embedded， 就是砍入式的软体。在这样子的一个砍入式软体里面，其实它的限制很多。就比如说你用的 operating system 很可能就是一个 embedded 的一个 operating system， 你甚至都很难去处理更复杂的一些 system 的 hardware resource， 让软体能够去很容易的去使用这些的硬体的资源。所以未来我们看到要去达成这些的功能，你的软体的架构也必须要去从砍入式的所谓的 embedded 这样子的 software 转变成所谓的 cloud native， 就是云原生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是一个几乎是软体架构的大改变。那没有这样子的改变，其实你做不到未来变成跟云端的这个 service 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过程怎么转变呢？到底怎么样去做过渡这个 transition 的这个过程？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想要去讲的内容哈。当然第3个就是说，这么多的新的技术哈，其实老实说，传统的车厂在我们跟他们的沟通过呢，其实他们是一个头2个大。以前都是靠Tier 1去告诉他，我需要这个功能，你帮我去搞定这些细节、技术的细节，然后我只是去看整个系统的 performance。我想车厂来讲，就是看整个系统的 performance 的 tuning。可是他现在目前Tier 1也不知道这些先进技术，比如说台积的3奈米、5奈米有什么限制？哇，那个 Qualcomm 上面，我现在目前要用这个 advanced 的 ADAS 自动驾驶，我要100 TOPS、1000 TOPS 这样子的一个 performance。我到底怎么去选择我的 process node？ 不知道，没有在车子industry里面其实不知道，所以变成说，他的 vendor 没有办法提供这些准确的讯息的时候呢，车厂没有办法去定规格，这就变源头鸡生蛋蛋生鸡。你源头如果规格没有定对，或是没有定好，其实后面整个全部都卡住了，所以。supply chain 的这个现在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改变，从所谓的 hierarchy 的一层一层的 hierarchy， 其实现在目前等于是车厂跳下来当大 PM， 他要去了解每一个技术的细节，能够去开出对的。毕竟他要自己做，但是他要开出对的规格，因为他要去了解这些的技术。我想整个的 supply chain 也从 vertical 变成所谓的 network， 其实这也是一个现在目前业界里面很大的一个转变。那这个 case 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口号而已。从很久以前，从 Tesla 开始，从最左边的 Tesla 到 Waymo 到这个 Cruise， 其实这些的技术每一天都在有车厂在 invest 去完成这些 case 的这些的 requirement。那右边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VW.OS 在2000年开始，他们去集合了整个这个 VW 集团大概超过1万多个 software engineer 去成立一个 Carrier 的这样子的公司，去开发出一个 VW.OS 的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平台，作为它未来所有的 VW 集团里面这个 software 平台的一个基础。
同样的 Toyota 去开发成立这个 Woven Planet 去开发所谓的 Irene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operating system， 就是作为所谓的未来的 software 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车厂，不管是 Tier 1，就是车厂，几乎都在投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困难的。那就架构来讲，我想这个是提出现在目前整个的这个想法了哈，就是从最传统的这个分散式到这个所谓的 domain architecture， 就是所谓的域控制器这样的一个架构，其实是蛮直接的。这个动力转换的，其实车子的 industry 里面，其实要去做架构的转换，其实是非常不愿意的，能不动就不要动。因为已经 qualify， 然后它整个的 qualification 时间太长，所以能不动就不要动。所以当车厂有 motivation 从这个 distributed 转换成 domain architecture， 是必然有它的 driving force 在后面。那 driving force 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 ECU 呢，其实都是相关的。可是呢，那个软体的复杂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变成说我本来一个工作我要拆成3个工作去完成它。可是现在目前因为半导体的技术跟成本的降低，我已经有很好的一个 SoC 的技术的时候，为什么不把3个相关的功能别整合起来？那这样子会节省成本，节省 power consumption， 节省很多的整个的 software 的 maintenance 的 effort。所以从分散式转换成 domain， 其实算是基本上就是因为底层的半导体的技术的演进跟 software 的复杂度。但是到了现在目前大部分的人再去做这个 domain architecture 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哈，就是说。尤其是像 ADAS 越来越多的 sensor 加进来以后，那个线就是整个车子全部通通是线跑来跑去，因为所有的 sensor 都要接到这个 ADAS 的这个 controller 里面，其实变得很复杂，布线变得很复杂，变成产生新的问题了。以前分散式还没有那么多问题，一个 camera 就接一个 camera， 透过 CAN bus 那个 ring 怎么把它接起来，反而你今天把它集中起来，其实变成很多 I/O 上面的一个困难度产生的副作用。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的软体分散在这3个不同的 domain controller 的 dependency 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它的互相的沟通，尤其是 real time 的功能，比如说我 ADAS 发现一个功能，我马上要去让这个 powertrain 的这个 domain controller 这种 real time 来反应的时候，当你跨 chip 的时候，这个 real time 就会变成一个问题了。以前工作。在 distributed 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工作很简单，所以那个 real time 的那个 delay latency 其实比较容易控制。当你的系统变得很复杂的时候，你的 real time 的需求其实很难要去满足，其实有点困难。所以就变成说，这个 domain architecture 呢，其实产生了一些问题，结构上的问题。那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架构里面能够去解决这个事情。那解决的方法其实也很难，就是针对问题去解决问题，就把所有的这些的 processor 运算的东西把它集中起来。为什么叫做 centralized 的意义？就是它其实是要去解决，真正要去解决的其实是 real time 的问题，也让我整个的 task 在这个运作的尤其是在自动驾驶的这样子一个应用里面，其实 centralized 的这个应用对处理 real time 来讲，其实是比较有效率的。第二个就是说，它为了要去让整个的软体的部分集中，因为未来要去跟 cloud 去做这个 mapping， 所以呢，你的系统如果没有用一套的 operating system 的话，你会变成你的 cloud development 要在很多种不同的软体的 environment 之下去做开发，其实变成太复杂，那个 cloud development 太复杂，所以变成是 centralized 的原因在这里。那第二个解决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布线的问题，其实就很简单，就是把input、output 全部都拉出去，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几位讲的 zoner 的那个概念的原因。那 zoner 的概念就是把 I/O input 跟 output 的 device 拉出去，变成在哪里呢？在汽车的每一个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车子里面的左前方、右前方，然后右后方，然后呢这个左后方放3到4个 controller。那在那个地方的所有的 device 跟 sensor 呢，全部都接到这个 zoner controller 里面。zoner 跟 zoner 之间透过一个高速的网络来去做连接，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解决那个整个的布线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整个的硬体架构的 architecture transition 呢，其实就是因为有了问题，所以去提出一个适当的这个架构去解决它。我想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大概的趋势是这样子。那可是你要一步到位啊，其实有点困难，因为车厂其实老实说已经很这个系统已经是很复杂了。那要去达到这个 central， 其实现在目前大部分的车厂，我们听到的欧洲的车厂，大概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先把 zoner 的概念加进来，然后在这个 zoner 做好了以后，再去解决这个 centralized 的问题，然后去导入到 centralized 的方向，所以它大概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转换的过程哈。所以另外再提一下这个 unofficial， 就是我们听到的大概的 schedule 是
欧美的车厂大概最早2025年开始会开始导入这个 Zoner。传统的车厂哈，电动车厂其实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传统的车厂，大概在2025年到2027年，这个部分大概在28到30年，也就是说在30年之前，基本上这个架构的转换在传统的车厂大概应该会完成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些人要除了这些的解决这些技术上还有架构上的问题技术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 motivation， 就是跟电动车跟传统车厂的比较。我这边提了几个，这是现在目前在市场上各位可以买到的电动车类似的功能，比如说 Tesla 的 Model 3， 它用的概念、用的架构，先不讲它的那个整个 IC 的生意，就是它用的那个架构，基本上就是 domain 的架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其实就是用这个架构来去做这个事情。其实 Tesla 已经用这个东西了，对。所以 Tesla 用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用了3个 zone， 然后用10个 ECU 就可以解决现在目前整个 Model 3大概要用的功能。VW 的 ID.3 跟 .4 基本上去年才 launch 的这个现在目前你其实可以买得到了，它目前还没有导入到中了，它用 domain 的 architecture， 它用39个 ECU。福特的 Mark 1基本上它也是刚刚才 release， 这一年啊，过去这12个月 release， 目前它还在传统的架构是51个 ECU。所以你从这个数字，从 ECU 的数字就可以知道那个系统的复杂度跟成本跟组装的成本其实差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所以对车厂来讲，他们有这个必要有这个 motivation 去改变这个架构的转换，这样子 OK。那既然这个架构是 trend 没有错，那到底困难在哪里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谈一下这个 centralize。centralize 其实如果今天假设用一个 centralize， 我如果有1000 TOPS 的话，其实你用在一颗 SN， 就算台积的3奈米，我看那个power consumption大概也要几百瓦哈。这个几百瓦实际上是很难处理那些散热跟风险，还有包括 safety 啊这些问题。所以，那现在目前就想说，那是不是有另外一些技术，比如说像 multi chip， 我今天用一个高速的一个 interface， 比如说像这个例子来讲，用 PCIe， 然后我用 C6 这个 CXL 的 protocol 去让这整个的一个 operating system 能够在 multiple chip 上去执行它。哦，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现在目前谈的，在半导体谈的很多的 chiplet 的方式，就是说我可不可以用一个 chiplet， 然后用 chip level 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去让这个整个的这个 IC 的设计能够去让处理这些散热啊，处理就是 performance 的要求跟这个热的这个问题能够去取得一个平衡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在 centralize， 你用任何一种所谓的 interconnect 的这种 standard 或者是 protocol 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呢，都有一个目的，就是必须要跑同一个 operation system。也就是说，一个 operation system 要去管理我所有的 process 的这些的资源，还有包括整个现在目前整个里面的 storage、local storage， 包括 memory 啊这些的资源，要在同一个 operating system 之下去做这个管理。我想这个意思是说，其实这些技术跟 standard 其实是 ready， 是已经有的，只是说 performance 是不是够 optimize for 各种不同的应用？我想这个是现在目前整个在这个架构的趋势里面，很多的车厂也好，半导体的公司也好，我想接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去让 centralized 的这个 compute 能够 happen 哈。我想，当然 ARM 在这个部分因为是做 processor，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花了很多的 effort 来去促成这些的标准化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除了架构里面的硬体架构里面，除了那个 centralized 这个以外呢，就是 zoner。那 zoner 你一去看呢，就是各位不用开想，就是一堆 I/O， 车子里面有车窗、有车灯、有 sensor， 有一堆的这些东西。那大概我把它分成几类啊，就是4类来看。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基本的 I/O， 就是这种控制车门啊、车灯啊，然后一些通讯的功能。第二个就是跟 input 相关，就是 sensor 的这个 input 的啊。那第3个就是跟即时性 real time 有关的，比如说像刹车啦、然后电门啊这些的控制、油门这些控制。第4类呢，基本上大概都是跟人机界面有关的，比如 display 啦、sensor。就是你如果用这样子的 I/O 去看这个架构的时候呢，去分这个架构的 segmentation 之后，因为东西太多了，所以你到底怎么样去开这些 zoner 的规格，那你就必须要去从这些的 device 下手去做分类跟 segmentation。所以你有另外一种，这个只是 example，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把 zoner 的部分呢分成3类，一个是基本的 I/O。然后一种是基本的 I/O 加上 input device 为主的，因为 bandwidth 最高的要求就是来自于 sensor input 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output， 就是 display 哦，就是说未来车子里面有很多的 display 要存在。
但是Zoner并不是只有处理 I/O， 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半导体的技术其实已经够了，所以其实它有很多像 sensor 的 preprocessing， 还有包括像 output 的这些的 post processing， 比如说像 rendering， 它跟 content 其实是可以 independent 来去处理的。有很多的这些 post processing， 还有包括 preprocessing， 其实可以去 share 掉整个 centralized 的这些的 workload 到这个 Zoner 那边去。所以我想整个的概念就是，尤其是现在目前整个的 communication 的频段其实已经是够的，比如说 2.5 gigabit per second 到10 gigabit per second， 其实这些频宽对于处理这些的 I/O 来讲其实是够的哈。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实未来的Zoner大概就会分成 input 为主的，或者是 output 为主的，或者是跟这个 input output 或是相关 mix 在一起的，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架构。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 example 来去看真正的Zoner的话，你很可能有 Type 2的，就是 input 在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input， 然后 output 为主的大概也前后这一个，大概你就可以 cover 掉所有的整个的一些基本的 I/O。那这样子可以去把你整个的架构会变得很简单。我想这个是从硬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大概从 centralized 到 Zoner 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跟 implementation 的这个想法。当然，这部分看起来技术应该是 ready 的，只是怎么样去在特定的时间点把它导入了。我想，所以现在目前的车厂跟半导体厂都在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那除了硬体之外呢，软体就是要从 embedded software 变成到 cloud native 这个事情，其实跳的比硬体还要大。就是硬体就是说我用 process node 的 migration， 用架构上的 migration， 其实大概还可以比较容易可以理解这个东西。但是 software 的整个的架构的改变，一下要跳到 cloud， 其实是跳得非常非常远的。那既然要谈所谓的 cloud 未来整个的 software 的这个 define vehicle， 还有包括整个的 software 架构的改变，我想就先提一下什么是所谓的 cloud native 的东西。所谓的 cloud native 的东西，就是说你有一个 edge 的 device， 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一个车子，车子里面有半导体，你有半导体，你有 IC， 你有 firmware， 然后你也有这个作业系统，然后作业系统上面有这些 content， 然后在这个作业系统里面呢，要跑各种不同的应用，比如说 infotainment 啊、ADAS 啊、自动驾驶啊，还有各种不同的这些的应用软体应用程式。在 cloud native 的概念里面呢，他的想法就是把这些的应用的 application 都是在一个所谓的 container 的环境当中去执行它。container 的概念就是说，它是一个独立的软体执行环境，但是里面没有 operating system。它的 operating system service 呢，是透过所谓的 container 的 runtime 去跟 operating system 沟通。等一下我们去讲这个事情。但是这些的应用软体呢，虽然在 edge 端是这样在 container 环境执行，但是其实并不是在 edge 端开发的，它是在云端的环境里面去开发的。那在云端的环境里面呢，你去透过一些 virtual 的 hardware 的 simulation 去模拟底层的硬体，去开发这些软体，然后透过一个 orchestrator 呢，去帮忙去跟 edge 端去沟通，去 allocate， 去拿到你要的这些的 CPU 或 GPU， 还有包括软体的这些 resource， 能够让在edge 端能够去执行。我刚刚讲的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模式，基本就是所谓的 cloud native， 就是我在 cloud 地方去做开发，然后去透过一个 orchestrator 去找到我在 edge 端对的这些的硬体跟软体资源，能够在这个 edge 端能够去执行。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要去在未来去提供 service 平台也好，或者在车子里面平台，其实是 perfect 没有问题。其实是你不用从头开始去做这些所谓的云端的平台，其实这个东西在 server 在手机其实已经就这样做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新的，而是把它 leverage 过来。但是这个东西呢，必须要去加上一些新的车，因为毕竟车子里面还要 functional safety， 还有 real time， 很多的一些其他特殊的要求，跟手机的要求，跟在 server 上面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有哪些东西呢？包括了所谓的我们称为所谓的这个 Mr. Criticality， 就是所谓的 real time 跟 functional safety， 我们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mechanism 加在这个 software 的架构当中。第二个，我们必须要去做为比较多的抽象化，让整个的 software 的 portability 能够增加。因为你车型很多，然后平台很多，我们希望那个软体能够在不同的硬体上面能够去执行。第三个就是说，我在这个云端的环境开发以后，要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测试，因为 qualification 毕竟这是一个 safety rate， 所以你如何在我云端的环境当中能够去做这些的 qualification， 让你能够 deploy 的时候能够很安全的 deploy 出来。所以这三个东西基本上是很特殊的一些车用的要求。那你要达到这个东西，其实大概就是要标准化 ，OK？ 所以当你达到这三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大概所谓的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的这个地步就可以去实现出来 ，OK？ 好。那
为了要去做这件事情呢，很多的车厂就开始想说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发现困难重重，所以大概在差不多1-2年前的时候，开始车厂找，包括还有找了很多的这些的公司一起来去看，是不是我们能够去提供一个我们称为提供了一个 SOFI 的 initiative， 这个 SOFI 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组织，同时它也提出了一个软体的一个架构，能够去把车用的要求能够含进去。另外，它还不只是一个架构，它还把整个的架构把它 implement 出来，变成 source code， 放给让所有的车厂都能够一起去 share。那这个就是整个现在目前整个 SOFI 的这个架构。那大概跟刚刚讲的一样，只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把在 SOFI 的当中去把这个东西把它实做出来，真正把它做出来，把它 implement 出来，那让这整个的这个架构里面呢，能够去考虑到涵盖这个 functional safety 跟 real time 的要求。这个架构其实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哈，那到今年我想整个的完成，我想大概在明年大概应该就会建构完成了。那这里面包括了 Toyota， 包括了 VW 都参与在这里面，包括很多的 Tier 1跟车厂，还有包括半导体厂，通通都 Certified 都加在这里面。那希望能够去 share 给所有的人，作为这个 automotive industry 里面从 embedded software transition 转移到所谓的 cloud native 的架构里面的一个平台了，而且这是 purely100%是 open source 的哈。所以在未来里面呢，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之后第一步就是说，车厂如果在这样子的架构里面，它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 master image， 这个 machine image 以后呢，它其实就可以去给 third party 的人 ，third party base 在这个 base image 上面去做它的 application 的开发，然后后来给这个 OEM 它这个结合它自己的 software 开发，做完测试整合以后，会 deploy 到这个车子里面去，这样子就可以去达到所谓的这个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的这个一个架构了哦。同时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software defined 在云端开发的环境以后呢，不只是可以把整个的这个 software 的部分呢变成很有弹性，管理起来会变得很容易，同时可以把整个车子的 development cycle 缩短。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在云端做开发的时候，我可以把原来在做 software development 的部分，其实是跟硬体可以平行一起做了。因为我在云端就可以开发，云端有这个 virtual 的这个 environment 可以去做 software 的开发，所以整个开发的这个时间可以往前缩短哈。我想这个是对于这个 implement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来讲，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并不是只有做 OTA， 而且是包括了整个未来整个 software 的 maintain 也好，或者是更新，就是它的功能的增加也好，还有包括缩短整个的这个开发流程，其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假设我们有了硬体的这个架构的 centralize 跟这个 zoner， 再加上整个的云端的这些技术加起来，其实就能够，这个就是所谓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的内涵，然后能够去达到它。那我今天有一点点超时，不过我想大概我的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我是羚羊科技车用产品中心林志信哦。那相信大家听完那个前面几位先进的报告之后，应该对未来汽车电子的那个前景跟发展有非常多的认识跟了解哦。我自己是受益良多，相信大家也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哈。那羚羊科技在车用 IC 的开发已经有大概18个年头哦。那我们主要的资源是投入在座舱跟辅助驾驶的这个应用领域上面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哈，就让我小题大做一下，我会把这个焦点主要放在智慧座舱的应用哈。智慧座舱在那个智慧汽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应用。那我就把我们的对智慧座舱的想法哈跟经验跟大家来做分享。美国的一个研究调查哈，这个是由美国普查局哈跟一个这个市调机构所做的几个研究，他们发现哦每个礼拜哈那个美国的乘用车驾驶哈要花8个小时又22分钟的时间在车上哈，或者换算出哈每年哈有18个整天哈他们是花时间在车上的。这个时间就相当于11个工作周哈，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哈，你每年哈很认真的工作哈，你还要花11个工作周，好像做那个无偿的计程车司机一样哈。那这些时间有非常多是花在通勤上面哈，有超过
1.3亿个美国人他们每天是开车去上班的那这相当于85%的美国的劳动力那每一趟的通勤时间是相当于28分钟，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且里面有75%的人是自己开车的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车上，而且大部分时间是驾驶一个人再看看美国朋友有多爱他们的车子他们有做过一个调查大概有64%的车主把车子视为他们的朋友，里面有52%的人他们非常后悔跟他们的车子分开而且这里面有45%的人说跟车子分开的时候他们哭了然后有70%的人有非常珍贵的记忆是在车子里面发生的也许是第一次用车子去载女朋友或者男朋友或者第一次在车子里面求婚希望也是最后一次了然后第一次开车接新生儿回家有非常多的记忆在车子里面所以车子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也是可能跟人的已经有很深的情感连结那车子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空间我认为就是座舱座舱已经是除了家跟办公室之外的第3个重要的生活空间。我们再从市场价值来看看智慧座舱它的重要性那从这个IHS 的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预估今年的智慧座舱的全球的市场价值大概是将近440亿美金那在到2023年到2030年会成长到将近681亿美金这里面成长最快的市场大家可以猜一下，就是中国中国市场大概会在2030年会成长到239亿将近240亿美金的这个市场价值然后占有35%的这个占有率所以从这个市场价值看起来智慧座舱在整个汽车供应链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一块很大的市场。那接下来我要探讨的这个智慧座舱的这个范畴呢，我把它设定是在SAE 它定义的自驾车 Level 0到 Level 3的这个车辆上那为什么用自驾车的等级来做这个区分呢？主要的区分就是有没有驾驶者在这个驾驶座上面这个是Accenture 的一个调查跟预估到了2030年Level 0到 Level 3的车子还是会占据整个新车市场的大部分里面尤其是在Level 2大概会占60%还是主流那这样子的预估的资料显示我比较大胆的来估计啦，可能未来的15到20年可能 Level 0到 Level 3这样的车子还会占据在我们这个所能买到的车子的主流里面那也意味着在这样设定下的座舱仍然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商机SAE 定义的这个自动驾驶等级我跟大家一起来复习一下那它定义从 Level 0到 Level 5那就从只是提供驾驶警示，然后到完全的自动驾驶那我们从座舱的这个场景的应用来看简单区分就在这个图表上面看到这蓝色的部分就是需要有驾驶人全时驾驶的这个部分就从 Level 0到 Level 2。那 Level 3的部分呢，则是当自驾系统要求的时候，驾驶人必须要接手这个开车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的刚提到这个智慧座舱应用场景的命题就变成是必须有驾驶人在这个驾驶座上面这样子的应用场景。那在思考这样子的命题的时候其实我就回到这个使用车子的这个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那最基本的需求就是
运送人或物从 A 点到 B 点，或者更进一步讲的这个需求是安全的、高效的跟开心的从 A 点到 B 点。那大家想到这3个需求可能会想如果我的驾驶座旁有一个好的旅伴是不是这3个需求一次就可以解决了？我认为是，我认为是。不过从刚刚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驾驶一个人在车子里面。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就再回到这个汽车的物种原始在1885年 ，Carl Benz 开启了现代汽车的这个宽广的道路大家可以看到，那最早的汽车的所谓座舱基本上就是以苍天为盖可能谈不上什么安全跟这个开心的体验那从第一部的现代汽车发明大概经过了差不多50年比较无聊的日子我们在车子里面没什么娱乐那在1930年有第一部的这个 AM radio 出现在车子里面我们终于可以在车子里面听音乐了然后一直到了1952年德国的蓝点公司推出了第一部车载的 FM 的收音机这个声音变得比较好听一点了。然后到1966年福特公司首先把这个8轨大录音带放到车子里面不晓得在座的先进有没有人用过这个8轨大录音带如果你有用过，可能年龄跟我差不多了那到了1970年代，这个小的卡夹取代了这个大录音带，变成主流那1984年的时候 ，Pioneer 推出了第一部的 CD player 在车子里面所以这个在车子里面听音乐的这个年代从类比又变成数位了。然后到了1990年，马自达首先把这个 GPS 的导航放到车子里面所以这个就开始解决车子的第2大需求就是这个效率高效可以让你比较容易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地在2000年左右，蓝牙通话进入到车子里面开始解决了另外在车舱里面的另外一个大需求，就是通信然后差不多同样的时间点这个卫星广播也进到车子里面。在2000年左右2010年左右，因为手机的网络可以分享给车机来使用所以这个 Internet Radio 也开始出现在车机里面。到了2014年、15年分别是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它有了第1版的这个规格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手机跟车机做结合一次满足几个大的需求。第一个是听音乐，第2个是通信，第3个是导航。我称为这样子的演进把它叫做 From AM to Apple 这个 Apple 当然是代指这个智能手机那从这个智能手机进入车子里面之后，这个座舱还会继续怎么样子的演进呢？我认为最重要的需求还是安全啦开个玩笑，如果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美国西部拓荒时代这个车子的安全标配可能是这个枪手保镖不过我们要讨论的安全不是这样子的生命安全而是驾驶安全。大概每年在美国有大概有3000人是死于这个分心驾驶因为分心驾驶或者是有80%的车祸是因为驾驶不专心，然后有16%的这个高速公路的死亡车祸是因为驾驶不专心那这个分心驾驶主要可能有3大原因第一个有3个不在第一个不在是眼睛不在眼睛不在路上第2个不在是手不在方向盘上，第3个不在是脑袋不在开车这件事情上，或者上述3个不在的排列组合那驾驶的状态侦测呢
在欧洲的这个 NCAP 就是新车的评价协会里面已经定义出来它对这个驾驶状态侦测的要求包含它要可以侦测到驾驶的分心状态，它可能是长时间的分心、短时间分心，或者是他在使用手机，还有包含他的疲劳的状态它可能是稍微想打瞌睡或者是所谓微睡着大概是小于3秒钟的这个睡眠状态，或者是真的是睡着了。还有第3种就是没有响应的这个驾驶者，这可能是因为那个急性的疾病发生那在侦测驾驶状态的部分，大部分目前都还是用视觉的方式那大家可以想象比较直觉视觉方式就是它会遭遇到一些挑战譬如说光线可能是白天或者晚上或者强光它都要可以有效的侦测出来这个驾驶的状态是什么。那或者是这个驾驶的脸部是不是有一些遮蔽物比如说现在疫情关系戴口罩或者是戴墨镜它的要求都是需要可以侦测出来，或者是当它侦测不出来的时候，必须要发出警告，告诉驾驶者说现在 Driver Monitor System 是失效的那我认为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虽然它已经规范的这些驾驶侦测的这些评分标准但是现在的这个检测可能都还是人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 NCAP 其实它有很多这个破坏性的检测它就真的车子去撞然后看车上里面的假人会不会受伤这样子那后面是不是会开发出这个会自动睡着的假人然后去评估这个系统这个不晓得不过我相信这是会发生的事情那谈到这个Driver Monitor System 目前比较常见的大部分都是这个以视觉为基础的那比较常见就是会在驾驶前方可能是在方向盘前面会有一个比较窄角的摄影机，它去可以看到驾驶者那就可以辨识出驾驶的视线的向量然后头部的向量或者在姿态来判断它是不是分心。那现在也有研究是在开发用这个 RGB 的摄影机，就可以去看出这个人的一些生理迹象，比如说抓到心跳或者是他的呼吸率等等，去判断这个驾驶的状态。那另外也可以把这个摄影机放在这个中央后视镜的位置那这个就除了可以拍到驾驶者之外，也可以拍到座舱里面的这些乘客那这就除了driver 的这个侦测的应用。也可以做这个 interior 的 monitoring 的应用那这个就除了这个驾驶安全之外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镜头去判断乘客坐在哪些位置。那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去调整这车内的音场，让这个车内的音效可以调到最佳化或者是去做一些主动噪音控制因为可以知道这些乘客的位置在哪里。那除了智慧座舱除了在驾驶分心的时候去提醒驾驶之外，其实有更多的机会是可以让驾驶就不要分心那这个可以透过我们装置在座舱里面的一些 panel 一些屏幕，去提供驾驶一些驾驶相关driving critical 的这些 information 给驾驶者这里面可能就包含HUD 跟电子后视镜或者是不管是装在中央或者侧边的这个后视镜这样驾驶在得到这些讯息的时候，其实他的视线可以不用离开道路太远或者是太久的时间另外就是会有比较大的这个Center Information Display 就是中央的这个屏它会变得比较大。那从这个市调机构给的趋势也可以看到像这个蓝色的部分底下的这一块就是大概在7寸到8寸的这个 panel 那上面的这一块橘色跟绿色这个部分就是比较大的 panel， 就是9寸到11寸的。那从这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到但这个大的 panel 会越来越多出现在智慧座舱里面，而且会带有比较安全的这个人机界面的设计
那以我们的客户的目前给我们的需求的趋势看起来，我认为说未来几年就是10到12寸的 panel 会是最主流的。那再一个就是可以协助到驾驶就是更安全的开车哈。我认为是这个 voice assistant 哦，就是语音助理哈，这个会更好哈，因为你只要动口不用动手，甚至连那个眼睛都不用动哈。关于这个语音控制哈，欧洲做过一个研究，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哈。它是邀请了一堆驾驶哈，然后在一个那个模拟驾驶的环境去做一些侦测哈。那他就让他们用这个语音控制的方式，或者是去触摸屏的方式哈，来完成一些 task 啊。那这些 task 是除了开车之外的 task， 也就是说，他除了开车之外，还要去完成这些工作哈。那这些 task 包含就是用操作 Spotify 去听音乐啦，然后去设定广播电台啊，或者是设定那个导航的位置或者是收看讯息、回电啊之类的哈。那这里面表格上面这数字是他要完成这些工作，那个眼球要看着那个屏幕的这个时间哈，所以可以看到，只要用语音控制的，基本上都是达标的哈。那红色字表示那个是超过那个规范的时间哈。那而且他这个研究里面发现那个使用那个 Apple 的 CarPlay 或者是 Google 的 Android Auto， 它可以完成这些工作的时间是比原生车子的这个系统还要快很多的哈。那以导航为例哈，那个CarPlay 或 Android Auto 要比原生的时间要快大概20秒哈，这是相当大的差距哈。那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怎么样高效到你的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这些需求哈。那当然如果你车子旁边你驾驶座旁边没有一个副驾的话，你可能要找到比较好的路哈，或者是路况比较好的地方的路线的话，要不就停车哈问哈，要不还有一个方式哈，就是透过手机哈，你结合手机跟车机可以提供你更好的这个路况的这个路线。而且你可以用语音控制去设定哈，那这其实是更有效、更安全的方式哈，所以也就难怪苹果在今年的他们的世界开发者大会就揭露说，有98%的这个在美国上市的新车是有搭配 CarPlay 的，然后有79%的这消费者是他只要买有 CarPlay 的车子哈，那这个趋势我相信是回不去的虽然很多车厂其实对于Apple 是不是会把整个这个车内的应用的环境整晚端走是有疑虑的不过我相信这个需求的趋势是没有办法回头的。那最后一个需求就是这个在车内的娱乐的部分那我分享几个其中这个刚刚提到就是如果运用在这个车内的这个摄影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座舱内这个乘客分布的状况，可以把车内的声场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况那再来就是沉浸式的音效那我们可以把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客厅里面这个3维立体空间的这个音效搬到车子里面。那第3个分享的就是所谓 Sound Bubble 的这样子的技术那我们可以去在车子里面去营造出各自不同的这个宁静空间每一个座位都有自己的宁静空间，每个座位可以享受自己的音乐而不互相干扰。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想这个还是我觉得还蛮有价值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设计智能座舱 IC 的时候所碰到一些挑战虽然可能有些如果大家对 IC 设计是熟的先进可能觉得是老生常谈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一谈那如果在座的先进有是我们的客户的话可能希望听完之后，以后对砍我们 IC 价格的时候下手可以轻一点第一个要谈的就是功能跟成本的这个拉锯那这个是功能跟成本的这个一个杠杆了那
如果功能要求比较多呢，就会往成本比较高的方向走。如果功能要求比较少呢，就会往成本比较低的方向走。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通常你要加功能，通常就是加电晶体嘛，电晶体是要钱的所以这个成本自然应该就是会上升所以我们的工程师他学到的物理学是这样你功能要增加，成本会上升但是我们客户学到的经济学是这样你成本要增加但是你功能要增加，但是你成本要下降那具体的例子这个是我们跟我们一个很重要客户在讨论他的新的 project 的时候那个我的右手边这个表格密密麻麻看不清楚的表格这个是他们列出来他所有的产品需求，总共大概有10个样貌这10样产品他希望是在一个平台可以做，而且他这个平台要可以 fit 到他在前装客户的需求、后装客户的需求，而且最好是他从低阶到高阶，在这2个市场里面都要可以满足那这里面的区别呢，就是它的每一项可能有不同的 video input、output 的需求，要接不同的外部设备的需求，然后对于运算力的需求也不一样，但是它需要在同一个平台去完成，合理吗？很合理。为什么？因为它其实要投入的资源，在验证一个平台要投入的资源、时间、人力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认为是很合理的。但是有可能做到吗？不太可能很完美，但是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差距缩小，尽可能让它在最少的平台去完成它要的这些功能。那最后一个就是碰到所有的 IC 设计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性能、效能跟功耗，还有晶片面积的这个挑战我们必须要在这个3个这个 factor 里面来来回回在整个 IC 设计流程里面来来回回这个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跟人力不过好在现在开始有一些设计工具可以帮助我用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去缩短这样子的这个事务的时间那同时我们除了缩短这个IC 开发时间之外，我们其实也帮客户考虑，他要很快让他产品可以做到 time to market所以我们在系统开发上面也去缩短时间包含我们整合了，譬如说我们整合了 DRAM 放在我们同一个 SoC 这个 package 里面，它就可以减少非常多它在 PCB 设计，然后它在signal power 的 integration 的这方面 integrity 的这方面的模拟跟实验另外包含我们把 DSP 算法都整合进去，它可以在座舱的 acoustic 这方面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solution。另外我们也提供客户很完整的这个 system 的 software 的架构所以他们可以缩短很多这个系统开发时间这个时间在这个成功方程式里面它是分母所以分母越小，它的成功的这个效益就会越大好，最后就是我认为这所有的需求所有的这些产品开发都是回到从需求开始那我们去解决消费者、生产者跟开发者的痛点我相信这样的产品比较有机会可以长长久久那最后就祝福大家都可以安全、高效而且开心的到达你要去的目的地谢谢。